大家好，这期我们讲湖南卫视对05年到10年国内消费品的品牌升级有什么影响。在中国给消费产品起名字一定要把握住不同时期的历史脉搏。90年代国内的品牌制胜公式就是名字抽象加伪光正加杂样式，不需要切细分品类，不需要解析场景，让大家记住你只要步步高你就赢了。2000年各个地方卫视上星后又有了一波地方卫视红利但企业们感受不到地方卫视和央视的区别在哪里，初期还是投央视广告的套路，不断重复的套路，比如药企的补钙大战全国人都缺钙铁锌硒维生素，但慢慢的药企广告开始使用小孩又病了老人又病了，药来了药不能停这个模板了，这意味着品牌广告开始问题导向了。那史玉柱的脑白金突破在哪里呢？首先史玉柱之前估计很少有人像他一样长达数月就想一个名字一句话，这也是叫绝境给逼的。另外史玉柱对场景的理解最早，其实当时买脑白金的人估计80%不知道这东西的构成成分是什么到底解决老人什么问题，反正送礼这个场景买它就对了。随后他做的黄金搭档也是广告词是送老人送女士送孩子这感觉就像是小孩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一起在家里看正大综艺现在觉得这产品设计的太扯了，但没关系，人家把送礼这个场景彻底占据就足够了。很快洗发水的广告又变成女主跟男主约会，男主说你的头发怎么这么好，或者是女主说哎呀它出现了我的头发干枯分叉怎么办呢，我用什么什么好这时快消品开始场景加问题导向了只可惜这个套路出现了无数个变种，搞了10几年。那为什么说湖南卫视对中国品牌升级有巨大的影响呢？我们上期提到过，湖南卫视是唯一一个一把手狠抓栏目定位为初中生的卫视。慢慢的这帮初中生长大了05年湖南卫视靠超女一战封神，蒙牛和超级女生合作才花了1500万，酸酸乳销量多卖了18个亿，早餐奶多卖了5个亿蒙牛酸酸乳广告片不仅是在卫视上长时间霸屏宣传海报一拉宝更是直接借超女深入3、4线城市小卖店等终端渠道，市场被彻底教育了，原来年轻人是可以这样去张扬个性的牛奶竟然能变成一个时尚饮品，它可以有时尚的高附加值酸酸甜甜就是我代表了一种精神。然后蒙牛又赶紧顺势让早餐奶蹭酸酸乳酸酸乳和早餐奶这个品牌名也说明国内开始出现做得好的品类品牌了。虽然这俩名字放在今天依旧算不上好名字比如认养一头牛明显更好，但当时又是一个巨大的变化。为什么湖南卫视能出现快本超女这种节目呢当时地方卫视都是无线有线教育3台联合，省地县3级贯通。湖南卫视最早开始实行节目的包产到户有点自己经营那么个意思。而上星电视节目的形态经常会模仿地面频道地面频道先赛马竞争，谁跑出来，然后这个框架直接给上星频道用。所以湖南卫视搞娱乐的方法就是那个时代的腾讯。当然大的经济环境也是不能忽视的多数90后开始在穿着消费上追逐品牌有品牌的概念应该是在上初中之后80后是上高中之后。很简单中国的大量的家庭开始有一些钱了尤其是从03年到08年中国的 GDP 5年就翻了一番多那基于增速的乐观预期，很多家庭给小孩的零花钱翻上3、4倍也是很正常的事情。超女在当时是一个社会现象蒙牛不是超女的唯一赢家离谱的是新浪网靠超女专题的点击，新浪直接创收了几个亿百度呢靠超女话题把贴吧这个产品引爆了，贴吧的数据半年内从1%飙升到11%，一跃成为全球最热门的中文网上社区之一05年10强赛后不到1个月，百度也在美国成功上市，首日收盘价122.54美元，涨幅达354%，创下2000年互联网泡沫以来5年间纳斯达克 IPO 首发上市日涨幅最高的记录。腾讯网更是与湖南卫视合作推出网络电视超女频道大量粉丝建立了自己的 QQ 群，QQ 天生的社区性功能被彻底激发了，而承揽超女手机投票的掌上灵通也是大赢家。更重要的是它让年轻人意识到拥有自己的移动手机太重要了虽然后来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但在05年超女早就诠释了什么叫内容为王。湖南卫视是全国
最超前的内容阵地，是缺内容缺流量的互联网公司的爹。当时香港2家上市公司的老板想投资超级女声的电视剧，湖南广电集团相关人员同意后投了上千万，但是湖南卫视的人自己也搞不懂，同名的电视剧其实不见得能赚到钱，如果赚不到上千万的投资，等于就是打水漂了，这风险实在太高了。但是合约刚一签，人家将消息在香港透露出去，这个消息让香港的2家上市公司股价暴涨了104%。如今湖南广电影视集团董事长张华丽在当时是超级女声的推手就也表示算是开了眼了，原来人家是这么赚钱的。随后就出现了我们昨天提到的一大批靠湖南台崛起的品牌。11年前文化香精是全国内容行业的黄埔军校，实际对消费影响也很大。这些品牌跟90年的企业比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多是江浙地区，尤其是温州地区，早期不少是从个体户发展出来的，他们是消费领域新一波换标热潮的起点。他们起名字也没有太多思想包袱，就是只要大家喜欢欧美韩国风，我们就赶快搞。取阳明的习惯直到网页电商时代来临也没有太大改变。而同时期的消费电子互联网渠道广告就更不先进了，各种硬件测评、论坛之类的广告还都处于讲功能和数据的阶段。那个时候消费电子和品牌广告也是2个圈子，直到移动电商的初期，品牌命名才再一次升级，就是讲究好记加强映射品类，比如靠某宝电商起飞的良品铺子、百草味、3只松鼠。松鼠举的坚果也是强映射，因为某宝从服装产业开始越来越引导各个商家注意自己的品类划分，数据的反馈有助于感知自己在品类里的份额所以骨灰级互联网都知道，某宝之前比如百度时代的互联网人用的词叫眼球经济，后来才出现流量经济这个词。更多的移动数据也改变了电梯广告。我们以为电梯广告都很随机，其实呢，比如分众会和拿我们数据的百度和电商平台深度合作，比如大家同处于一个办公大楼办公，每天搜索的内容都被记录于百度庞大的数据库中百度会直接把搜索内容提供给分众，分众再给大家贴上标签。江南春说这些数据会告诉我们某一栋楼中对母婴有关的100个关键词搜索的概率有多少出国留学的搜索概率有多少等等。如此一来，我们就能够较精准地掌握该办公楼中用户的需求、喜好和选择了。那在今天内容算法驱动广告时代又有什么变化呢？首先，过去我们都是在客厅准时看中国好声音，但现在我们更多的是随时想看哪个综艺直接看。而随着电视会员与视频平台会员的增多反而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跳广告。当然，这也是为什么主要依赖会员收入的视频平台市值上不去，因为它会员收的越多，就越在杀死自己的商业模式。所以未来可能每个企业的市场部门都会过渡成内容部门。另外就是要学会讲好故事，就是自己给自己定义市场。因为过去的品牌传播你只考虑 C 端就行在信息舆论无边界的时代你还得注重品牌传播对供应商、VC 投资人、政府甚至是学术界的影响。因为跟学术界有合作白皮书的机会，而 VC 小白就爱看白皮书，是吧？好的品牌都会自己给自己划分高的市场份额。什么意思呢？就是假设你搞餐饮，那你得说我是餐饮老大。如果你不是餐饮的老大，你就说你是火锅的老大如果你不是火锅的老大，你就说你是牛肉火锅老大。如果牛肉火锅还不行，还有辣牛肉火锅老大、药膳牛肉火锅老大、和牛火锅老大。如果开始是老大，后来市场丢了，你就说自己是这个领域的开创者。这里给大家出个题，饮品有那么多品牌，他们都各自是哪个领域的老大呢？2-3年前还有一波消费品流行的起名方式，就是动物加品类。这个跟移动互联网的创业潮也有关，因为移动互联网圈太爱用动植物了。等到这波新消费一来，动植物又不太够用，有的品牌就会选择形容词加动植物加品类。现在与未来算法推送结构都决定了品牌名必带品类，所以没得选。那在视频最后我再说几个未来2年的小趋势哪些品类还有创新的可能呢？随便说几个吧一是农产品，尤其是水果品牌。为什么？因为历次全球经济不景气我们都是靠3农做缓冲今年下半年农产品有大政策支持，农产品品牌化会井喷人们对单品水果的感知
现在都还是和地域名绑定，大类只有一个百果园，小类曾经也只有褚橙成功，水果有新品牌的可能。二，基于00后的线下买手品牌。三呢，中性化产品，女孩产品难用，男孩产品女用。四就是我上期提到的思域，越来越多的人认知已经升级到了大品牌新产品不一定好，汤唯代言瑞幸不代表某款瑞幸产品就好喝，而用思域非品牌做只要东西好不一定利润就低。五选品类要选炫耀点，品牌里融合炫耀点也是个机会，要分清消费升级的主题。我国月入过万的人只有8000万人，比如我前不久看过一个项目，他们供应链优势是能以极低价格拿到断了的虫草，仅只是说品相坏了，能不能低成本做破圈产品不好说，你说它是升级还是降级都可以不重要，重要的是得像小仙炖一样做得好看因为笔记平台的崛起网红小姐姐让消费品道具化了，而道具定格在图片中视频里，穿越的是个人使用场景，留下的是情绪，彰显的是个人的标签虽然从朋友圈出现就老生常谈了，但吃到这个红利的品牌依旧不是很多，而且朋友圈替代不了百度，笔记平台能替代百度随便讲讲讲到哪算哪吧不求这2期视频流量好如果有缘人喜欢就点赞支持一下吧，下个月我会把最后2个坑填了大家有想讨论的就留言吧。